老人花50万在火山脚下种了上百亩葡萄，眼看着葡萄马上成熟，不料火山爆发把葡萄全烧没了。没想到这场毁灭性的打击却让他赚了上千万。原来火山爆发后留下的土壤更加肥沃，来年他又在这地方种了上百亩葡萄，结出的葡萄品相出奇的好。这么好的葡萄不直接出售，反而全送去了工厂。大家都以为他要做葡萄酒，可做出的葡萄酒他却并不准备出售，反而又进行了一道脱醇工艺，去掉了葡萄酒中的酒精。就这样，葡萄酒就变成了无醇葡萄汁，一上市就广受欢迎。相比于葡萄酒，无醇葡萄汁只是少了酒精，其他什么都一样，闻起来喝起来都像葡萄酒，就是没酒精。解决了大家高兴的时候，觉得得喝点营造气氛，但喝完了又不伤身，关键还能开车，所以平时不太会喝酒，但又想营造气氛的朋友可以试试下面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无醇起泡葡萄汁。红葡萄汁采用玫瑰麝香葡萄酿造，白葡萄汁采用莫斯卡托葡萄酿造，闻起来果香浓郁，因为经过发酵，整体口感味道很浑厚，喝起来是自然清香的果味，绵密的气泡伴着各种香甜在口腔中炸裂开来。它配料表干净，没有酒精度数，等下次开车应酬时，别人喝酒你就喝这个，既不扫兴，喝完还不耽误事，也很适合露营、野餐、闺蜜聚会，和自己的男神女神小酌一杯，气氛就到位了。关键这款进口无醇葡萄汁价格不贵，一瓶就有750毫升，没喝过的朋友左下角真的可以带2瓶尝尝。男孩每天带母鸡上学，母鸡会乖巧地趴肩膀上听课，听懂了还会打鸣。男孩上课走神，鸡还会给他一口。男孩每天会带不同品种的母鸡，同学们也都见怪不怪了。今天这只鸡因为打篮球受伤，所以要带在身边时刻照顾。他对鸡的痴迷程度无人能及，家里竟然还有个养鸡场，各种稀奇品种都有，有来自荷兰的昆鸡，看发型就知道这只鸡已经2岁半了。据说一只能卖1000万韩元，因为这鸡真的会 rap， 不信你听。Better come correct. Bring the beat back. Better. 这只是来自日本的战斗鸡，没啥才艺。这只看起来很有自信的鸡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喜欢拿鼻孔看人。还有来自印度的巨鸡，和普通的鸡一比，确实大了很多。这只纹龙画凤的是来自英国的矮脚鸡，家里一共有30多个品种的鸡。记者忍不住问他最喜欢哪种鸡，他思考片刻，舔了舔嘴唇，说中国的大盘鸡。这里的鸡因为语言不通，经常打架。有的鸡5点打鸣，有的6点7点，这让他非常苦恼。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要给鸡理发，几刀下去，一个适合打篮球的发型就出来了。当鸡生病了，他立马又化身成医生。很难想象一个学生能身兼数职，鸟类专家来了都懵了，很多品种他都没见过，还要小学生给他一一讲解。专家表示真是大开眼界啊！此外，他还成功培育出了新品种，提高了鸡蛋的口感以及品质。专家在一旁都没敢说话，这些鸡被他养得像狗一样听话，随叫随到，走到哪跟到哪。尤其是这只名叫素坤的鸡，各位看官老爷们，我对天发誓，他真的是取的这个名字，不是我在瞎掰呀。最后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沉迷于养鸡。他说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篮球，所以爱屋及乌，就喜欢上了鸡。我承认这个是我瞎掰的，下面是他原话，也不知道翻译的准不准。他还说自己梦想就是能在山上养鸡，让鸡自由自在的生活，因为听说跑山鸡口感比较好。他拿着一片白菜叶，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然后把挤出来的洗洁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叶里，直接塞进了嘴里。节目组的人都看呆了，但这只是他的开胃菜而已。随后他又挤出来1勺洗洁精，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把1勺洗洁精都加入鱼汤里，搅拌搅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开灶。这个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节目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就一位客打进飞拉万斯。所以他为什么要吃洗洁精？奶奶说他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就必须先吃洗洁精，清洁一下油脂。我是服了，这都是什么脑血栓想法啊！不过话说回来，吃洗洁精对他的身体真的没伤害吗？洗洁精厂家表示，如果误食洗洁精的话，轻则住院，重则开席，连肖恩都救不了你。这时奶奶缓缓说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没时间去医院。偶然间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洁精，没想到啊，竟然缓解了胃部疼痛，于是就开始一直吃洗洁精了。接下来正常流程，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做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情凝重，由于长期吃洗洁精，她的肠胃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吃洗洁精。奶奶听后表情也凝重起来，那我以后还怎么吃肉啊？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随后奶奶从药店买了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以后不会再吃洗洁精了。2周后，节目组去奶奶家做回访，想看看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万万没想到奶奶真的恢复了吃洗洁精。
没办法，节目组又给奶奶进行了一番科普，让她用药代替洗洁精。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说她现在已经习惯吃药了，不再吃洗洁精了。为了庆祝奶奶戒掉洗洁精，节目组准备了一份炸鸡，现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话说，这位奶奶年龄小，不懂事，乱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81岁的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勺子上，先喝口温水，然后就把眼药膏送进了嘴里，随后又取出假牙，牙槽里也要挤上满满一条，完事再戴起来。奶奶说这种感觉非常 gay， 她是不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啊？看了这种奇葩操作后，节目组好奇的问她，你拿眼药膏还会做什么？奶奶说，眼药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里都能用啊，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点，活血化瘀，疏通经脉，而且脚上也可以用，治脚气一绝，今天涂明天好。不仅如此，眼药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她这样使用眼药膏已经10年了。节目组问她吃眼药膏是种什么体验，她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总结来说就是不好吃。又到饭点了，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她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啃得动骨头，不然连米饭都咬不动。奶奶吃着吃着又开始吃眼药膏了，她孙子的表情可以说明一切。她说眼药膏可以帮助她消化，原来她一直都有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吃过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尝了一下眼药膏，结果感觉非常 gay， 于是就这样一直吃了起来。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都劝她不要再吃眼药膏了，否则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却说，你们试试嘛，真的管用。最后没办法，奶奶被家人带到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医生明确说道，眼药膏不是万能的，不仅不能帮助她，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听到这些后，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70岁的奶奶打开一罐可乐，一口气全部喝掉，然后满意的打个嗝，这是她最享受的时刻。她说可乐是她的灵丹妙药，生病的时候喝可乐，织毛衣的时候腰酸背痛喝可乐，唱歌唱累了也会喝可乐。采访人员说，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觉很累。奶奶却说，那赶紧整一瓶可乐呀，困了累了喝可乐嘛。她家里到处都塞满了可乐，像这样的罐装可乐，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里，她喝了15罐可乐，这相当于一个游泳池的量。她太爱喝可乐了，即使不吃饭也要喝可乐，喝完可乐横扫饥饿，然后满意的打上一个嗝。但是她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喝常温可乐。她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乐，说自己喜欢打嗝，只有常温可乐可以使自己打嗝，所以她的可乐从来不放冰箱里。节目组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冰可乐真的不会打嗝。奶奶也很配合，一口气干了冰可乐。喝完后，奶奶连连摇头，说这感觉不对。然后奶奶又喝了一罐常温可乐，然后那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可乐的？原来40年前，丈夫和2个孩子意外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是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喝了40年的可乐，那么她身体状况还好吗？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多溃疡面都是反复发作。听到诊断结果后，奶奶不禁担忧起来。医生说不用过分担心，只要积极接受治疗，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最后她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每天都要吃牙签，吃饭要先摆上3盒牙签，一根牙签就着1口米饭，500根1盒的牙签，每天3盒就是1500根，直接成了他的主食，边吃还边笑。好吃，特别好吃，比柚子香。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一根根往嘴里塞。床头也放满了牙签和一次性筷子，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吃。逛街的时候，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最急的人是她老公，怕她吃死了，也试图阻止她，但她根本不听，反而还认为正是牙签救了她的命，这又是为啥？她也不解释。现在还变本加厉，觉得牙签不过瘾了，直接吃起了筷子，说筷子吃着有嚼劲，口感也比牙签好。她老公真的害怕了，切了点水果让她改善一下，她看都没看，直接丢在一边，对着托盘口水直流，要让老公把托盘劈了给她吃。老公都要疯了，这玩意能吃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算了，当我没说。看来只要是木头大姐都想尝一尝。她边吃还边嫌弃，说这托盘应该是用胶水拼接的，满满的科技与狠活，味道不如牙签香。那她到底为啥要吃木头？真的是奇怪。大家又给她找来了一堆木制品，大姐一尝，这不还是科技与狠活吗？都是用油漆刷过的，一点都不好吃。总结下来还是牙签好吃。就在这时，她终于告诉了大家吃牙签的原因。原来她之前患有严重的胃病，有天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吃了一根牙签，
没想到胃里一下就不痛了。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竟然还慢慢吃上瘾了，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大家现在都想知道她身体真的健康吗？一旁的老公终于讲话了，说带她去医院检查过，胃病真的好了，身体啥毛病没有。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牙签很贵，吃不起了。为此，街坊邻居都来支持，纷纷送上牙签。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啊！里3层外3层的打开，这不就是块石头吗？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叫龙涎香，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比黄金还要贵10倍，一克就能卖3000块。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没想到啊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哎，这就很神奇了。上网那么一查，哎，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这不一夜暴富了吗？工作人员闻了闻，哎，确实没什么臭味，难道真的是龙涎香？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但村里老人说啊，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哪来的鲸鱼便便啊？说再多都没用。接下来直接找专家，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一番分析后，大叔满怀期待，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妻子安慰大叔，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那泡沫就给钱了。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啊，他也不废话，直接啃了一口。不仅如此，什么红薯、山药、西葫芦、土豆，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然后在表面打孔，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还要不断测试音准，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拿来了西瓜、鸡蛋和大葱。小哥轻蔑一笑，啊，就这，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没想到啊，还都吹响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一旦蔫了，音色就不纯正了，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同事都被震撼到了。不过要说奇人，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啊！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相对来说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大叔说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现在都是用别人的，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黑长直是他的最爱。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下面这个奶奶虽然没有大叔厉害，但也值得一看。90岁的奶奶经历过车祸后，腰板竟然变直了，之前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墙上还留下了一道痕迹，现在呢上楼都不费劲，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奶奶说出车祸后自己当时就懵了，什么都不记得，醒来就变成这样了，哎，就很神奇。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一天就要用掉1瓶，边涂还边笑，说涂完神清气爽。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看电视的时候涂，开车的时候涂，半夜也要涂1次。最急的人是他老婆，怕他涂死了，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哎，这又是为啥？他也不解释啊，反而变本加厉，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直接用风油精洗脸，看样子也不错，洗完精神抖擞。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真的是奇怪。周围人也是看着一脸懵逼，真的不会疼吗？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结果直呼辣眼睛。这时啊，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什么都看不清，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哎，竟然能看清楚了。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医生猜测，在风油精的刺激下，大叔眼泪分泌旺盛，使得眼睛非常湿润，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经过检查，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风油精没能治愈他，反而加重了病情，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
治疗眼睛的药物，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不要相信偏方。和他比起来，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她把洗衣液涂满全身，每天都要涂好几次，一天就要用掉3瓶。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工作时也要涂，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先往盆里倒入满满1瓶，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更奇葩的是，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节目组很担心他，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原来啊，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受了严重的外伤，虽然恢复了健康，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带他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还得了皮炎，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他也很听话，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每天用1盒，已经这样做了30年，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说可以治感冒，脚上也不能少，据说治脚气一绝。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一天就要涂3次，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但是要适量。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不能不带凡士林。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爬上爬下，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这还没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说可以疏通经脉。为了健康，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那她现在情况如何？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好了，我是岳飞，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头上一滴汗都没有。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但还是一滴汗没有。她还说一点都不热，甚至感觉有点冷。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汗蒸房现在65度，没一会儿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她却一点反应没有，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周围人都看呆了，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1小时后做个对比，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一天饿3顿的，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结婚后呢，丈夫又死得早，她成了家里顶梁柱，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不用自己操心了，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只是量比较少。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这些大妈也放心了，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她10分钟就会出1斤汗，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节目组做了个测验，不到1分钟，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甚至直接滴了下来。看恐怖片的时候，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这就很夸张了。他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想吃零食不行，太滑了根本撕不开，想要玩一会儿游戏，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下班回家呢，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指印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他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他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化妆品啥的，他包里却装满了袜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甚至非常干燥。小姐姐也很痛苦，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去医院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既然无法改变现状，那就接受它，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她还做起了直播，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左脸汗如雨下，右脸却非常干燥，从中间对分开，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一分为二，路人都看懵了。
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更神奇的是，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把纸巾铺在脸上，右边瞬间就湿透了，左边却一点事没有，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两边脸分工明确，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下半身都瘫痪了，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随后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不过不用担心，等脊椎恢复正常后，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听到这些，大叔就放心了，保持乐观的心态，等它自动恢复。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对吧？嘿嘿，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加水搅拌一下，端起杯子一口就给干了，剩下的渣渣也不放过，搅拌一下又干了，一杯不过瘾，接着又泡了一杯，那小味的一下就上来了，他甚至连汤汁都要喝掉。牙膏在他手上除了不刷牙以外什么都能做，洗澡就把牙膏当成沐浴露，而且必须要用薄荷味的，把牙膏涂满全身后还要做个日光浴促进吸收，最后又挤了半管牙膏洗头，这一套下来就用光了3支牙膏。大叔却表示自己已经很省了，至于为啥要吃牙膏，但是他真的康复了吗？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牙膏中的化学成分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皮肤状况也非常差。大叔之所以感觉良好，都是因为薄荷味牙膏带来的清爽错觉而已。他每天戴着头盔睡觉，虽然不舒服，但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家猫是个流氓，每天晚上往他脸上撒尿，看到主人熟睡后，悄咪咪蹲在旁边，直接往脸上呲，关键这猫有时候还上火，那味道简直了，主人很是崩溃。为啥这只猫会有2副面孔？白天明明很温顺，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呢？主人也尝试过很多办法，甚至还打过他，都无济于事，实在没招了，他决定戴着头盔睡觉，因为实在不舒服。刚睡了一会就把头盔摘掉了，这就让小白逮到机会了，悄咪咪凑上来，深情地看着主人，确认主人睡着后，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呲。主人再次被浇醒，对小白一阵数落，医生也被小白的迷惑行为给逗乐了。仔细观察后，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一直对主人撒尿，可能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他的需求。那小白到底想对主人说什么呢？医生观察后说，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而且他还是个社恐猫，所以经常会独自蜷缩在角落，一直撒尿是在表达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满意，但并没有引起主人的注意。但当他往主人脸上撒尿时，会立刻得到回应。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主人理解自己。医生的建议是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看得出来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那现在他还会对主人撒尿吗？当天晚上等主人睡着后，小白又悄咪咪来到主人身边，但这次没有撒尿，深情地看着主人，好像在说，主人你终于懂我了。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而且他的皮肤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症状。医生建议必须尽快停止食用牙膏。那大叔会听从医生的建议吗？只见大叔转身来到厕所，直接把随身携带的牙膏水倒掉了。他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 20%， 所以他对于辛辣感觉不敏感。那他真的健康吗？通过验血以及胃镜观察，医生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然而下面这个男人看了上面2人后讲话了，你们能不能和我一样吃点正常人吃的东西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色粉末，接着往菜上来一勺，米饭上加一勺，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周围人都看呆了，他却说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又到饭点了，1勺、2勺、3勺，汤里最少要加3勺味精，米饭也要来2勺，那小味儿滋一下就上来了。他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喝点水，是的，水里也要加1勺。话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同事决定尝一下。一杯喝大金杯老死。他不仅吃饭时要加大量味精，就连车里都藏了一大包。工作间隙，他用手指蘸上一点当零食吃。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味精的呢？大叔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自己喝醉了，原本想去厨房给自己弄一杯糖水，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没想到啊，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大叔还说味精非常解渴，吃完整个人都精神了，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也就是200克，每个月就是6000克，一年就是72000克，38年就是 2.7 吨。这么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这相当于30个大叔加起来的重量。所以现在的
问题就是它真的健康吗？大叔说自己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已经有20年了。为了控制病情，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很多发现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去世了，而自己却没有事。他认为是味精帮助了自己，控制了病情恶化。按照节目流程，他也被带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也导致了糖尿病，所以他必须马上停止吃味精。大叔最后也明白了，味精带给他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能改善他的病情。他决定以后会慢慢戒掉味精。那最后就祝大叔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只狗有2副面孔，在外面活蹦乱跳的，回家就变成了木头人，而且只要看到地毯，它就会转头倒着走。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一旦遇到地毯，走路就变得很奇怪。地毯对它好像有种神奇的魔力。大家决定去掉地毯，看它有什么反应。小白像往常一样倒着走向地毯，可等他转过头，直接懵了。卧槽，我地毯呢？这下小白进退两难，直接不会走了。大家都觉得奇怪，明明在外面都很正常，不论什么样的路面都不会倒着走，为啥一接触家里的木地板，立马好像变了一个狗，忘记了怎么走路？专家观察后认为，之前在地板上肯定发生了一件让他恐惧的事情，猜测可能是他在地板上滑倒过受了伤，为了克服恐惧才会选择倒着走。为了验证猜测，大家带他来到医院，果然发现他膝盖骨脱位3级，简单来说就是骨头有轻微脱臼，只是他平时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回到家，主人给他准备了专门的垫子，小白这次没有倒着走，开心的顺着垫子来到主人面前。主人又在地板上放大量垫子，和地板错落摆放，使用脱敏疗法，让小白慢慢摆脱对地板的敏感程度。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小白终于恢复了正常。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这有啥好看的？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1上午了，大家都感觉很奇怪，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好像上了发条一样，就算被行人撞倒，被婴儿车撞到受伤，也不会停下来。在市场上问了一圈，终于找到了它主人，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只要一把它放下，立马就开始旋转，好像有开关一样，碰到地面就启动，而且它根本不看路，每天都面临着危险。为了它的安全，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但都无济于事，只有吃饭的时候，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吃完立马开始旋转。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因为工作原因，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一开始也没太在意。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它都快窒息了，还在自顾自地转。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发现他颈椎出现了问题，导致脑压增加，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他更多的陪伴，会慢慢好起来的。大爷声称自己的身体能发电，电线一头含在嘴里，另一头在手臂上摩擦，灯泡瞬间就亮了，把电线插头上，灯泡也亮，用舌头舔一下，灯泡更亮了。这都不算什么，他把电线在胸口用力摩擦，产生的电力都能带动风扇，大功率的吸尘器也没有问题，甚至还能带动榨汁机。嘴里含着电线，另一头插在头上，榨汁机就疯狂转动起来，不到10秒钟，一杯鲜榨果汁就完成了。更夸张的是，大爷还能发电烤鸡腿。只见他脱下衣服，在身上缠了几圈铜线，手上拖着简易版电磁炉，接着起锅烧油，助手放进去2个大鸡腿，再加点灵魂佐料玛莎拉，不到5秒钟，鸡腿就被烤冒烟了。大爷却一点事没有，助理给鸡腿翻个面，一份烤鸡腿就做好了。大爷说自从被雷劈过之后，便获得了这种超能力，有次随手拿起电灯泡，灯泡竟然亮了起来，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说有了这个超能力后，家里电费都省了不少。科学家看到这个消息根本就不相信，还叫来了医生和电工，准备对他进行各种检查。一番检查过后，终于找到了破绽，原来他并不会发电，而是利用特制的插座实现了这种效果。大爷只是一个江湖骗子，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每当他一觉醒来，脸上就会出现伤口，手臂上也有抓伤。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自己指甲很短，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他现在怕得很，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只见每当他入睡后，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下意识把猫推开，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在地上不停地抽搐。主人想不明白，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它的行为也很古怪，变得焦躁不安，愤怒地撕咬被子。这只猫到底怎么了？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很可能还做了噩梦，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主人这才恍然大悟，说猫就是他捡来的。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
慢慢缓解她的焦虑紧张，还要给她更多的陪伴，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她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那她晚上还会咬人吗？只见半夜她径直来到主人旁边，徘徊片刻后，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一直到天亮，她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他的眼睛会流水晶，只要稍微翻下眼皮，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再翻一下，又掉下来一颗。仔细一看，里面好像还有一颗。每当他哭的时候，水晶产生的更多，都不用急，自己就能掉下来。水晶看着锋利无比，但他眼睛却丝毫没有受伤。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一天大约会产8颗，大小形状各异，但都非常锋利。女孩说有天早上醒来，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揉了几下，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父母赶紧送她去了医院，医生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来还被电视采访过，很多人慕名而来，希望可以买一颗，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女孩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而且还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无独有偶，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这种现象是2个月前开始的。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但这东西越流越多，几天就收集了1小盒，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去过很多医院，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